你们这次到马来西亚会待2个星期。事情办完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我爸在我12岁的时候被绑架，过后传来消息，他遇害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但是尸体还是找不到，凶手还是逍遥法外。这位是帕彩先生，我们的赞助商。你好，帕彩先生。 翻开生命的篇章，数托家乡，等待时间去拆穿，探索神秘的步伐，只为写下每种情绪的伪装，将眼前的面纱一一的摘下，在黑暗中重拾光芒。 临近的白光，追逐回避的目光，折射出不可思议的模样。反锁迷离的胸膛，使劲的挣扎，但始终无法被埋藏。回忆总会纠缠，每个字思念走远过的谎。 想法。真的还在这里啊？嗯。什么事啊？我是刚好经过，所以想问你要不要吃点东西。但是如果有事做就没关系，改天吧。不要做得太晚了。玉阳。 你等我一下，我收拾东西，反正我都还没吃呢。试试这个吧。你现在舞蹈学院在准备什么活动？哦，我跟妹呢准备带一团人到孟买进行交流和表演。 要去多久？3个星期左右。那几时出发？后天。这么快？哦，之前你忙着查案，那我又忙着出国的事，来不及跟你说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又不是第一次出国，你不要担心。如果有空的话，就每天发个简讯给我吧。我尽量。 安宁保险公司想委托 CCI 调查这名男士的真正身份。这名男子叫帕猜，52岁，是名泰国华侨。不过我们接到举报，这名男子的真正身份可能是18年前一宗撕票案的受害者方木生。方木生向本公司购买人寿保险，1998年。 他在马来西亚被绑架，后来被撕票。虽然尸体没找到，但当地法庭发出死亡证明书，公司就依照保单支付了保险金。你是说，当年方木生是假使骗取保险金，然后以帕猜这个新身份来继续生活？如果是诈骗案，你们可以报警处理。公司暂时不想报警，因为这是匿名举报，来源不详。另外，被调查的对象不是本地人。 随时会出境，
我们希望你们暗中调查，找到确切的证据，才采取行动。可是我们 CCI 一向案子接，案子我们接。你可以不要去印度吗？发生什么事啦？保险公司接到匿名举报，说那个帕菜先生很有可能是木生叔。帕菜是木生？这怎么可能？一切还在调查中。但是如果帕菜真的是木生，就表示那年的绑架案另有内情。木生叔很有可能还活着，那爸可能没死，爸可能还活着哎。我真的很想调查这个绑架案，不如你正式委托我们 CCI。你爸已经离开我们18年，这是我们2个都接受的事实。如果他真的还是活着的话，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？我知道我们不应该抱太大的希望，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。难道你不想知道那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吗？知道真相，就能改变过去吗？就能减少我们所承受的痛吗？有时候，什么都不知道会更加幸福。June，我要赶着上飞机，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June， 我陪你去等灯是吧？那个女人拿着行李箱，准备出国。她应该没认出我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暂时别管她。知道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爸爸。这辆脚踏车应该是不便宜吧？有什么关系？只要我小公主喜欢，再贵的我都买。爸爸最棒了！来，爸爸载你骑脚车。爸爸万岁！小心一点啊！看前面，菜，小心啊，小心！对了，当地警方找不到黄德良和方木生，但是在现场发现大量血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那我先生是生还是死？当地警方相信黄德良和方木生已经遇害，警方会加紧追查绑匪的身份，继续寻找2人的遗体。不是。警察叔叔，我爸爸到底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找不到他？对不起，有任何消息我们会再通知你们。妈妈，爸爸到底在哪里？他为什么不要回来了？你爸爸可能永远都不回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爸爸！妈妈，我要爸爸！喂，还在找啊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找到了。好了，知道了。这里还蛮宁静的嘛，心情不好坐在这里，还蛮不错的。
你这种人也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吗？你又不是我，我脸上的喜怒哀乐是真是假，你不知道。我可以选择有时候真，有时候假，有时半真，有时半假，让人傻傻分不清楚。有些人的心思真的很难猜透，就像我妈。当我告诉她帕菜很有可能是木生的时候，她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最后还是选择了逃。可能他一时反应不过来吧，毕竟已经18年了。你突然说一个死掉的人还没有死，又没有证据，你叫他怎么接受？不管他怎么想，我一定要查出真相。你就先委托 CCI 办理调查，等你妈妈回来再好好跟他谈。哎呀，只好这样了。好吧，就看你心情不好，我呢就舍命陪黄鱼吧。黄姑娘，您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干嘛对我这么好啊？哎呀，因为我们是同事，也是朋友。怎么样？我随时都会改变主意的。Deal or no deal？ 1、2。丢。起来。起来！啊，不来了，再来要死了。是你说要舍命陪我的，来。没事吧？咸鱼翻身！喂！桑巴华，你这个软渣！兵不厌诈，是你太天真了吧？啊，小屁吴子生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喂，你把我当我的表达丢来丢去，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？还好。喂，如果还好，我再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欢迎来我的家，请随便看。原来你也有家的啊？很奇怪没？是很奇怪，因为你每天赖在 office 不走，我还以为你没有家。Excuse me， 你看这里有没有人？就是因为没有人，我才不回来嘛。寂寞难耐，哎呦，寂寞难耐 ，understand？ 这是你爸妈？是的。他们呢？其实想想看，我跟你还蛮像的。我们哪一点像啊？我跟你都是独生子女。还有啊，我爸在我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没痛没病的，有一天躺在床上，突然就死了。医生说是猝死。对不起啊。哎呀，没事了，都过这么久了。我跟你唯一不同的是，我妈后来改嫁了，然后我们就一同搬到我继父的家去住，所以他就把这里留给我，我就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，没有变过。你妈呢？她2年前因为癌症也过世了。别这么看我啊，我真的没事。那你继父呢？他自己有2个孩子。之前跟他们住的时候，感情还蛮融洽的。不过毕竟是外人，
我妈走了之后，我就搬回来这里了。原来你带我来这里是想跟我分享你的经历啊？不是，我是想让你知道我很了解你的心情。以前我想到我爸爸的事，也是不能接受，就想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这样子就死了呢？是不是有内情还是什么的？我们真的有太多疑问需要答案了。我妈和你妈一样，也是不想去查这个案子。她说啊，人都死了，死因是什么，事实也不能改变。我记得啊，她当时跟我说过，这样子拿一杯水啊，5分钟、10分钟没事，不过啊，如果拿1个小时，手就会痛，就会酸。所以不放下，最苦的呢，是自己啊。所以你是说我的坚持没有意义了？我没这么说啊，我要说的是，不管你选择放下还是坚持，是没有谁对谁错的。我觉得你应该更体谅你妈妈的心情，还有啊，不要怀疑自己的决定。洪俊彦，虽然你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开导我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其实啊，我这么用心良苦，不只是要让你心情好一点的，我还想叫你帮我打扫我家。你看，多脏。我是叫你打扫，不是打我哎。37岁，死者黄德良的遗孀何秀莲。我们接受了安宁保险的委托，调查帕菜的身份。不过这次我们要调查的悬案，是一宗18年前的绑架案，委托人呢就是我。我以受害者女儿的身份签了委托书。我们虽然拿到了警方的档案副本，但是绑架案不是在本地发生的，所以资料有限。其实啊，关键是帕菜，如果他真的是方木生的话，才有戏看。如果帕菜真的是方木生，我一定要亲口问他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于洋，你是委托人，也是查案的侦探，你的身份很特别，你要克制你的情绪，要不然我不会让你跟我们一起调查。知道了。OK， 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，1998年10月12号，黄德良和方木生到马来西亚做生意。10月23号，黄德良的太太何秀莲，还有方木生太太蔡慧欣同时接到他们2个人电话，说他们被绑架了，赎金是50万元美金。当时我们拿不出赎金，所以我妈就报警了。11月24号，警方到黄德良家装置监听系统，接获黄德良的来电，说自己跟方木生已经逃脱，但随后却传来2个人的惨叫声。这是当时的录音。老婆，德良，我是慧欣，木生呢？你们听我说，我和木生已经成功逃脱了，你们不必给绑匪赎金，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们在哪里啊？我跟慧欣都很担心啊。我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，只知道这是一个小镇。德良，快点跑，他们追来了，快点，快！喂，德良，木生，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！不要！德良，木生。于洋，还好吧？没事，继续吧。警方追踪电话到马来西亚一个叫做莲雾的小镇，当地警方找到一个木屋，他们相信这就是匪徒藏匿的地点。他们在木屋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，经过 DNA 的对比，
证实了是方木生还有黄德良的血。一个成年男子体内大约有5000毫升的血液，一次失血超过一半的话，死亡率很高。当地的警方根据现场的血量推断，2个人已经遭遇不测，只是一直找不到尸体。当地法庭发出了死亡证明书，让蔡慧欣还有何秀莲获得安宁保险的赔偿金。现在安宁保险却接到举报说方木生没有死，改头换面变成白菜。我查过，帕菜是泰国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在本地也有分公司，主要经营就是丝绸跟珠宝的出入口生意。他经常往返新泰两地，他来本地的时候会多留1到2个星期。帕菜是我妈舞蹈学院的赞助商，我见过他的，我可以以这个身份来接近他。不可以。如果帕菜真的是方木生，这样只会打草惊蛇。万一他离开新加坡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对，他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，也可能对你不利。他们说的没有错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暗中调查，越暗越好。OK， 趁帕菜还在新加坡，你们跟踪他，看看他在新加坡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的，还有尽量拿到他的指纹和 DNA 做对比。我会到莲雾走一趟，了解一下案发的经过。谢谢你，师傅。OK， 在确认目标的真实身份之前，不可以轻举妄动，尤其是你。放心吧，这条黄鱼交给我，我会好好的盯着它的。OK。黄鱼啊，昨天你帮我打扫我的家，真的很干净，很舒服哎，几时再来啊？你要我当义工啊？好难哦。喂，丽莎。帕菜每次来新加坡的时候，都会住在公司名下的公寓。出来了，还蛮准时的，每一天8点出门。阿飞，谢谢。跟踪目标好几天了，他的生活很规律，每天准时出门上班，下班后回家，中午的时候叫人打包没有出来吃，害我们没有机会接近他。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到那天君燕说你去过他的家。哦，你是不是也很意外，他竟然有自己的家？是啊。君燕有家，为什么他要在 CCI 睡沙发呀？其实那天我跟他聊了1个下午。我发现他的身世跟我蛮像的。你不要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，其实他的内心很寂寞，所以就一直赖在你的家不走。是吗？还真看不出来。大鱼游出来了。哎，伙计，圣诞老人出来了。走上你的位置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会准时送货的。还有啊，可不可以换个代号啊？什么伙计？我对火鸡敏感。好了，我要送货了。圣诞老人走进肉骨茶店了，他刚才看到我。大秦啊，帮你出马了。要吃什么？一份肉骨茶。好。
哎 ，Mr. Patai， 你的肉骨茶。啊，谢谢。哇，今天的龙骨又大又多肉，特别留给你的。哦，这个星期五你还会来吗？只要我还没回去，这个星期五我一定会再来。你要留龙骨给我哦。没问题。很少看过你这种泰国人这样爱吃肉骨茶，不说，大家以为你是本地人。因为我是泰国华侨嘛。慢慢享用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圣诞老人啊，下班后就回家了。我在他的公寓楼下等了几个小时啊，他都没有出现，浪费时间，所以就回来了。2点了，2点了。美女啊，有没有东西吃啊？快手面 OK。太感动了，还是你对我最好。记得帮我加单了啊！哎呀，小皮小皮，有没有想我啊？我想你哦。放在这里了。哎 ，Thank you。怕你渴死了。你跟于洋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好。之前到你家帮忙打扫，现在又煮面给你吃。唉，老实说，我们不只是同事啊，我们还是朋友。你呢？你把于洋当什么？同事？朋友？还是旧情人啊？你是不是余情未了，想要再追他？可以吃了。哎，有机会啊，我再审问你。吃面喽！你的。我帮你泡了一杯咖啡。谢谢。哎，怎么办啊？跟踪派菜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都怪大徐亮啊！今天在肉骨茶店是最好的机会，结果什么都没有拿到。是那个店员太有效率了，好不好？帕菜还没离开，他已经把餐具跟食物残渣收拾干净，一点都没有办法嘛。你们放心，后天帕菜还会再到肉骨茶店吃肉骨茶。这一次我们做好准备，一定能成功。谢谢你啊，海峰。你要我当义工啊？你不要看他整天嘻嘻哈哈的，其实他的内心很寂寞。小心烫哦。熊哥啊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莲雾这小镇啊？想念你泡的奶茶。你啊，真会说笑。有事要谈可以打电话来吗？
再不然的话，我可以到新加坡去找你。这里有我老公盯着，很不方便的。我这次来主要是要查一宗18年前的绑架案。绑架案？这个小镇会有绑架案？2个新加坡商人被绑架，然后带到一间废屋去，最后被撕票。警方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尸体，也没有找到绑匪。哇，这么轰动啊！可能我在这里只有5、6年，所以没有听说过。不过既然你要查，我会帮你四处打听。这里有很多老居民，我相信他们会有印象的。就知道你会帮我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以我们的交情，还谢什么呢？而且我也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帮得上忙的。那今天晚上是留下还是回新加坡啊？这2天我还去过很多地方，都没有消息啊？哎呀，你就不要这么失望啦，要不然就留下来陪我一起吃饭，我们叙叙旧。不了，我出来好几天，想早点回去。我明白，你老婆在家里等你嘛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帮你四处打听，我们保持联络。欢迎光临，请问几位？1位。这边请。那位时常招呼我的阿明呢？今天休息了。哦，那龙骨肉骨茶还有没有啊？哎，你一定是 Mr. 帕猜是不是？阿明有交代要帮你留。哦，是吗？那给我1份大的，还有铁观音。好的。龙骨肉骨茶。小弟啊，你为什么戴手套？哦，我左手烫伤过，折一折比较好。哦。哎 ，Mr. 帕猜，你的茶冷了吧？我帮你换一下。啊，好好，来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啊。要不要叫汤？哦，麻烦你。好。我帮你记一下。谢谢你啊。好，慢慢吃。Hello. Hello. 你这是？哦，这个，我收了几只流浪狗，带回去给他们吃的。啊，你还真有爱心呢。哦，对了，小弟，你的服务不错，那这是赏给你的。哦，改天再来哦。这是警方档案里方木生的右拇指指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从茶杯上套取到属于帕猜的右拇指指纹。帕猜的指纹有很明显的伤痕，无法做出有效的比对。我费了那么多心思拿他的指纹，还是没有用。你们不觉得帕猜的拇指有疤痕是一件很可疑的事？你怀疑他故意弄伤自己啊？很有可能啊，因为指纹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身份嘛。沈帕猜真的很狡猾，还好我们可以用 DNA 来证明。对，那些骨头跟茶杯都已经送去化验，很快就有结果了。只要社长从马国把方木生的资料带回来，我们可以进行比对。看来让大家失望了。我跟马国警方联系过，他们说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找到18年前的档案。多一点是多久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方木生父母双亡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子女，不可能做亲属 DNA 鉴定。
还有方木生的老婆蔡慧欣长期在国外逗留，我们暂时没有办法联络上她。就是说，我们有帕菜的 DNA 都没有用了。帕菜的确很可疑，除了拇指刚好受过伤，不能做指纹比对之外，我托泰国朋友查了帕菜的背景，结果呢，资料非常少。他问过帕菜好几个朋友，没有一个认识帕菜超过16年。帕菜是方木生的新身份，在撕票后2年才出现，时间点相当吻合。我也查过了帕菜的出入境记录，他第一次入境新加坡是在2004年的9月份。巧的是，方木生的母亲就在那一年的11月份过世了。我好像听我爸妈说过，方木生很孝顺母亲的。我敢99.99%肯定啊，方木生就是帕菜，帕菜就是方木生，偏偏就是没有证据。没办法，我们现在只能够等马国警方的 DNA 资料了。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方木生20年前发生过一起车祸，导致左膝盖严重受伤，必须置换人工膝盖关节。他向安宁保险公司申请赔偿，所以那份医药报告也留在公司给我们的档案里。我们跟踪帕菜的时候发现，帕菜每逢周末都会去按摩。我建议，趁帕菜在按摩的时候，我们利用手提式 X 光机拍下他左膝盖的 X 光片。Mr. 帕菜，我叫 Johnny， 今天是我帮你按摩。Larry 不在吗？他不舒服，请了病假。今天由我为你服务。今天我的背特别酸，你要多用点力哦。OK。你的肩膀肌肉很僵硬，我可以大力一点吗？好，力度再加强一点。哎，这里不需要。好的，帕菜先生，麻烦你转过身来。把热茶摆那边就好了。帕菜的左膝盖受伤的位置跟植入的人工膝盖关节，都跟方木生一样。2张 X 光片的吻合度高达95%。吻合度这么高，我都说了嘛，帕菜就是方木生，看这一次他怎么来。师傅，现在有什么打算？要当面对质吗？按一般的情况来说，我们应该通知安宁保险公司，把资料交给他们或警方处理。不行，我要亲自问他，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爸到底在哪里？喂，你干嘛那么冲动？我都还没说完。我说的是按一般情况，我们现在最重要是要调查当年的绑架撕票案。你是委托人，当然就另当别论。原来你是在故意试探我。你这么冲动的跑过去问他，你认为他会跟你说真话吗？对不起啊，师傅。OK， 现在我们最重要就要调查当年的绑架案，不要惊动到他 ，OK？ 喂，黄宇啊，你家里有没有你爸爸的东西啊？我们可以去找一找，可能会找到线索呢。
搬家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东西都丢掉了，只剩下一些旧的东西。我陪你去找找看。我也去。人多好办是吗？走吧。找到什么？只有这些旧照片。这个跟你爸爸和方木生合照的是谁？他们3个看起来感情不错啊。不懂是谁哎？怎么办啊？只有这些，而且方木生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就是问不到东西，真是烦死了。马国警方那边说，至少要多等1个星期。麻烦你帮忙跟进。没问题。其实你们通过膝盖的 X 光片，相当确定方木生就是帕差，为什么不把他交给警方？当年的绑架案肯定有内情。你看，黄德良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方木生还活着，很有可能是他下的手。在缺乏证据之下，帕差顶多承认自己是欺骗，其他的未必肯说。那关于当年的绑架案，你们还查到什么？完全没有头绪。我估计帕差会星期5离开新加坡。我一直在想，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他留下，也不会让他起疑心呢？师傅，马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收获？只找到这些旧照片。这个小酒店好像我到莲雾查案的时候看过的。这个人谁的？这个人看起来跟他们挺熟的。如果又是当地居民，或许会知道当年绑架案的内情。OK， 查这个人身份，还有继续监察帕差。好。喂，是我。CCI 相当确定，帕差就是方木生。不过他们还没查到绑架案的内幕。还有，帕差就快要回泰国了。好，我会照你的意思做。黄瑜啊，你跟大香会不会就请夫人啊？要你管啊！还有，我们在工作，不要谈不相关的事。大家一起工作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就承认啦。不过啊，别让我最后一个人知道。3把火，你真的要把我气到冒火吗？帕差。师傅，帕差拿着行李上德士了。他的德士往机场方向走，应该是提早回泰国。可是怎么停下来了？师傅，他的德士半路抛锚，可以拖延你的时间，你快点想办法啊！他抬头仰望身边熟悉的脸，和试图防备的双眼，编织的谎言，编织的从前，轻抚着他们披上羊皮的肩，适应着伪装的感觉，现实和幻觉同时被领略，起初都在天堂边缘，观望
手环。